释怀，不能疯狂就得走下台。别以为不是黑就是白，可是偏偏就有灰色的地带。看我信手拈来，是否一副绝世好牌？不用被一再，不自在试探。这算不算好？只有自己内心最明白。也许不来，也许根本划不来，让我珍重消化。怎样才叫十分精彩？不必空等待，放不开感慨。那应不应该？有朝一日自然会明白。也许痛快，也许后来。我真的不忍心跟你分开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让你获得自由啊！但是总比连累小新的还好啊！你要让他知道，爸爸是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爸爸虽然杀过人，但是还是很勇敢的承受一切的。我不管！阿飞，我求求你好不好？为什么？其实我也是舍不得离开你的。严少爷，里面人很多，不是很安全。你要保护我们，我不反对。可是我们要去哪里？这个管不着。以你的年纪，应该不能进去。有什么事我负责，不用你操心的。哎，我们两个好像还不够18岁。小东，我去拿饮料了。啊！好，嗨，好久不见，你是回来上舞蹈的？回来没几天，给我跳支舞。我表哥不喜欢我跟别人跳舞的。你表哥？哦，赌王严飞的儿子啊。小童，怕谁？哦，他是我以前的同学 Henry，严欣。你爸是赌王，那你赌术应该不错吧？还好吧。我们在里头玩大话骰，有兴趣跟我们一起玩吗？好啊，你会玩吗？只不过是一种互相撒谎游戏，谁不会？走吧。严少爷，在外面等就好了，不用进来啊。可是你，我们在里面玩了，难道也要参加一分吗？5立3， 7立4， 9立5， 12立6， 18立6。18立6，哪里有降多6？1、2、3、4，
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看来你一点读书都不会啊！愿赌服输，喝完它，喝完它。喝完它，喝完它，喝完它。啊，对了。小新，我们不要玩了，我们出去跳舞吧。哎，不会吧？只输了一场就想跑？你爸可是赌王哦！对呀、赌王的儿子这么怕输咩？怕输啦！谁说我怕输啊？我们继续玩。我奉陪。大少爷，不好意思，这是你的。就是你的。小新，不要再喝了，你已经醉了，我们赶快走吧。哦，不如你替他玩呢、输了不需要喝酒，亲我一下就行了。我们走吧。想走？小新。看我们走吧。喂，冰伟呢？怎么还没有出来？会不会出事了？不管他，他是保镖嘛。小新，怎么？喂，林少爷，你没事吧？丁伟，刚才真的是谢谢你了。不用了。谢什么？别的保镖比他经验10倍，这么帅就会救人。哎，你不要理他，他喝醉了。你衣服破了。没关系，救你们出来就行了。要不然，我不知道怎么跟严先生交代。我警告你，今晚这件事你一定要绝对保密，千万别让我爸知道。小心，爸，姨丈。小童，你妈妈在楼下等你。哦。你在外面闯的祸，以为我不知道吗？谁告诉你的？是丁伟。你不要冤枉他。是 disco 老板打电话来，说你在 disco 跟人家打架。我们没做错，是那个 Henry 逼我们喝酒，他还调戏小童了。你现在才几岁啊？真的打 disco 吗？你一定是拿钱收买那些看场的，是不是啊？我在外国根本就不需要这样子，只有在上舞台才这么烦的。你知不知道 ，disco 老板打电话来之后，警察就打电话来说来这里抓人了。抓人？警察凭什么抓我们？就凭 Henry 是陈董督察的儿子。他爸是陈董督察又怎样？我爸是赌王严飞，难道还怕他？闭嘴！你不要欺着你爸爸的地位，在外面胡作非为。你今天晚上在 disco 跟人家玩大话骰子，是参加赌博，你知道吗？爸，玩大话骰好比玩扑克牌 ，game 来的吗？谁说的？玩骰子要有技术的，会摇跟不会摇是很大的分别。哦，难怪我一直在输。这是因为你不懂得赌术，才会输给人家。小心，你要牢牢给我记住，以后千万不要跟人家玩关于输赢的游戏。老爸，生活中到处有输赢，放数学比赛、体育比赛，我哪里知道哪一些是赌博，哪一些不是啊？总之以后我不准你赌。如果让你妈妈知道这件事情，她会很伤心的。我们严家后代再不能沾赌。为什么？就因为龙一两家的上一代为了赌而经历了许多不幸，你们就不让我学赌？为什么你们宁愿教苗姐、永康哥都不肯教我？我有数学天分的，肯定一学就通了。继承你赌术的人应该是我，你的儿子，不是别人。够了！小心，我
知道你很聪明，你有数学的天分，你可以往这方面发展的啊，以后会有大好前途。别这么任性了，好不好？啊？爸，对不起。太晚了，早点睡吧。明天早上还要到医院看你妈妈。你放心吧，这件事我是不会告诉你妈妈的。姨丈，哎，你一大早来干嘛？我特地来赌场探望姨丈的。还算你有我的心。在看什么？哎，别乱动。什么东西那么重要？哦，打进警察局的内部网页而已。嘘，哎，姨丈现在在忙，你先出去吧。姨丈，在这个世界上只有你能够帮得了我。我想请教你，这几粒骰子要怎么摇才能够站起来？我是绝对不会教你的，只不过是输了罚喝酒罢了嘛。这件事你都知道了？你是赌王的儿子啊，什么人不知道？啊，那不是说昨晚的事人人都知道，我不是很没有面子？有什么办法呢？那你以后出去啊，就少惹是生非吧。有安娜的行踪了。安娜？就是那个害我妈的头家。鲍比，吩咐手下准备好，我们立刻去抓安娜。是的，陈先生。等我的好消息。哦。林少爷，发生什么事？不要问这么多，跟我来，走吧。去哪里？
我是不是很厉害？竟然单枪匹马替妈妈报仇啊！这件事情啊，要是被你姨妈知道啊，她肯定骂死我。你爸知道啊，也会不高兴的。放心，我会帮你解释的。飞哥，爸，一点小伤也没事的。你呀、有没有用你的大脑想想的啊？这样危险的事，怎么可以带小新一起去呢？这是真的不关我的事啊，是丁伟把他载到现场去的。严少爷当时没有跟我说他是去追安娜，要是我知道我……够了，不要再说了。爸，我这是帮妈妈报仇，你开不开心？谁让你插手这件事啊？啊！是啊，小新，他可是职业杀手，他要杀死你，就好像捏死一只蚂蚁那么容易。你没事吧？没事。安娜只是个小角色，我们要活捉她，早就摸出这人是谁。她现在死了，什么线索都没了。飞哥，算了，回去再说他吧。唉，我现在倒担心大姐，如果大姐是她闯祸，一定很伤心的。姨妈，没事的，我可以把绷带解掉，戴顶帽子，不让妈妈看到伤口，这不就行了吗？不行，刚缝了针，小心伤口发炎。这是口服药，记得要回来打针啊。谢谢。我回去工作了。江小姐，小新怎么还没来啊？小新他应该会来的，他说他一定要送妈妈的。那为什么不跟你们一起来呢？他有什么重要的事啊？媳妇，你放心好了，小新一定会来的。严先生、严太太、蒋太太，每次见到病人出院，我都有点依依不舍，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见面。哎，要见也不要在医院见嘛。是啊，来到医院不是受伤就是生病。也不是啊，有时候在医院里面不见得每件事都不好，有时候也会遇到些很感动人的事情。严太太，你有没有兴趣听我说呢？好啊，你说。刚才我在急诊室那里见到一个受伤的年轻人，他为了想尽快的来医院看他妈妈，在骑脚踏车的时候被车撞到了。那他伤得怎么样啊？幸亏不是很严重，但也流了不少血。那年轻人到底是谁啊？你先听我说完吧。那年轻人虽然受了伤，却不肯让医生替他包扎。起初我们都以为他怕痛，原来啊，他是急着去见他妈妈。你看，天下竟有这么孝顺的孩子啊！是不是小新？你们为什么瞒着我？阿飞，小新到底怎么了？媳妇，你放心好了，小丁没事啊。小新，进来吧。妈，小新，怎么会这样呢？痛不痛啊？妈，对不起，因为刚才我赶着过来，才会被车撞到的。以后别这样了，知道多么担心吗？对不起啊，严太太，刚才我没有立刻通知你，是不想让你担心呢。我明白的，谢谢你。小新，妈妈回去了，送我一趟好不好？想不到飞哥会编故事，而你蛮会演戏的。我们这次把大姐送回来，其实是非常的不放心。上次要不是老天保佑，我看她早就没命了。我们已经检讨了整个制度，加强了保安，以后不会再出事了。希望你说话算话。我姐姐的病情还没有完全康复，你吩咐监狱的医生好好的照顾她。你放心吧，我没做好的。元心，我现在不在身边，这一大一小就交给你照顾了。你放心吧。谢谢。妈，小新，你现在受伤，这些虾跟螃蟹都别吃，知道吗？妈，你放心，我已经不是小孩了，会照顾自己的。大姐，我们每个星期去监狱探你，你不要嫌我们烦哦。好受。
告诉我，要怎么样才能使妈妈高兴？爸爸妈妈一直盼望着你快点长大，变得更成熟一些。是，我知道，你们想我赶快长大，为龙岩两家争光。其实我也是这样想的。爸，这是我虽然有些冒失，但毕竟为妈妈报了仇，可以让所有人知道，我严现在也不是小孩，我是可以保护妈妈的。这些事情不是你应该做的。如果我不是怕你妈妈知道这件事，我才不会安排张小姐替你撒谎啊，你知道吗？明白了。现在你妈妈又回到你监狱里受苦，她最不放心的就是你了。爸，妈妈是不是永远不能离开监狱？不会的，小心。爸爸答应你，爸爸一定会想尽办法救你妈妈出来，我一定会的。买的马跑第一呀，让我赢几十万回来呀！哈哈，谢谢祖先，谢谢，谢谢。你在干什么啊？我在赌马，我要看马。不要吵！你给我按回来！不要吵！你给我按回来啦！不要吵！我刚才弄湿了佳佳的录影带，等一下好弄坏了，他一定骂死我。我不管啦，我要看马。你给我按回来！可以。不要吵！那个不是赌场的财神啊？对呀，对，他跟佳佳一起做表演，那他不是佳佳的老板？哎呦，这次我们发财了！那天我亲眼看到他在赌场啊，随随便便这样玩啊，就赢了很多钱啊！哎呀，好像啊，赌神一样啊！切，不过他又这么小气，每个月才集这么一点点钱给我们佳佳。哼，不可以，害到佳佳残废，我一定要跟他来个公道，拿3-5万回来。3-5万哪里够？要多拿一点来。对，我们走。你们想去哪里啊？跟你们2个说啊，如果你们敢去找神风麻烦，我就不认你们做爸妈。还有，以后不准你们碰我的东西。我们只是去讨一个公道而已吗？讨什么公道？我的事情不用你们管。佳佳，我们只是跟他讲道理而已，他是你老板呢。不可以，你不要去丢我的脸好吗？我跟他已经分开了，你们不要贪心。难怪这2年没有看到他来找你。好心你啊，人家每个月肯寄生活费来已经很好了，你们还要怎么样？好，不去找他，我们不去找他，要钱我们自己赌一把啊，自己去赌一把。对，我们有骨气吗？自己赢来的钱花得心安理得。哎呀，讲到赌啊，手又痒了，我们要去赌场赌2把。快点，我们换衣服。喂，你们2个真的只是去赌场？是。对。哎呀，你是我们家里的王牌吗？我跟你妈怎么会骗你呢？对，我们换衣服。来。我去问问看，他住几号房间？喂，老公啊，佳佳知道一定会生气的，不如我们回家吧。好啊，你拿钱出来买菜啊！这个月菜钱呢，通通输光了。还说刚才赌轮盘的时候叫你不要赌了，那个何官一脸煞气耶。财神爷出现了。是。你是男人，你去。你是人吗？一起过去，一起。你好，我们是丁佳佳的爸爸妈妈。找我什么事？其实坐吧。来，坐。是佳佳叫你们来的吗？不是。其实我们是来讲道理的。有话直说。现在是这样的，你跟我的女儿的往事我们不再提了，凡事呢是讲公平合理。其实我们是说，自从佳佳变长短脚以后，就回来家里住，我们不知道她住多久，你知道这很难说的嘛。够了，你们要多少钱？哎呦，够爽快呀！我们要
5万就好。哇，10万块呀！是10万块啊，真的出手大方。可是我们不要这一笔钱，不要以为什么都可以用钱来补偿的。我妹妹现在生活得很好了，她已经忘记你了。你以后最好不要再来打扰她。你好有骨气啊！其实这10万块对我来说是小意思，不过既然你们不要，我也省下来了。啊！师傅，喂，都是你啊！你怎么知道我们会在这里啊？刚才你们2个在赌场输了钱，又不肯回家，我觉得有点奇怪。后来佳佳打电话给我，她什么都告诉我了。你说，我会不知道吗？哎呀，都是爸爸不好，输光了钱，逼不得已才这样做。哎呀，你们就原谅爸爸喽啊！你要原谅妈妈啊！最多我们倒茶认错喽。好，我现在去倒茶啊。每次惹人家生气就出这一招，有没有新的？好，我就改喽。我们不倒茶，我们倒汽水。好，汽水。佳佳，你不要再想那个负心的人，我的开开心心是给他最好的惩罚。懂吗？知道了，我根本就没有在想他了。那就好啦。长短脚不算什么，不怕没人要。就算真的没有人要，哥哥会养你一生一世。谁说没人要？明天我去找八姑，叫她介绍男朋友给你。对。佳佳是这么漂亮的 queen， 很快就会找到一个 king。对呀，我替你找一个最好的 king 给你，像老爸这样。像你，哦。哎，新的宝贝女儿啊！上次那一盆呢，我没有带回来，所以啊，从现在种多一盆。一定是留她在外面陪你的宝贝老公吧？啊8316。Sir。冰糖燕窝。是啊，上次的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谢你。如果不是你救我的话，可能我就没命了。算不了什么，你别放在心上。而且严先生已经来谢过了。我还没有感谢你上次帮我传递那盆紫罗兰，那是师母的心意。那花开得很美，可能在外面的世界特别不同吧。9734，既然已经回来了，就别想那么多。Sir，空罐送给你。好好吃哦。是好像特别照顾你啊。照顾得太好，可是有个屁用啊！怎么这么说他呢？不是吗？男儿志在四方，躲在这里当狱警有什么出息啊？他那个哥哥就聪明得多了。哎呀，呸！怎么又提起他呀？哼！你说他哥哥罗神凤吗？听英凤说他去挑战你老公，真的是不好意思。都怪我不好，如果我不替申凤坐牢的话，那个笨蛋啊就不会进来陪我了。怎么？原来是进来陪你的。哎呀，你以为啊那个英凤啊那么喜欢进来陪我，这么无聊啊？其实他们2兄弟啊从小就不一样，那个申凤啊从小就很会讨人喜欢，这个英凤笨笨的，从来不会拍人家这个马屁。唉，看来你好像比较疼爱哥哥啊。哎呀，当年申凤表演失败，欠了人家很多钱啊，人家要控告他失信，是我心甘情愿的替他坐牢，没想到忘恩负义，竟然从来不进来看我。难怪你能这么生气。该气我自己太笨才对啊，也气我那个死鬼老公。如果不是他临死的事啊，让英凤照顾我。你怎么了？没事了。我上次中毒之后的后遗症，有时候听到声音呢会特别敏感，所以心情会特别烦躁。
嘿，姨丈，找我什么事啊？别再给我添麻烦了。最新的电脑杂志刚从美国寄来的。姨丈，你还怪我上次连累你给阿姨骂？我才没那么小气，这本杂志我早看过了。我也知道姨丈向来很大方的嘛，不会记仇的啦。好啦好啦，别在这里拍马屁了。找我什么事啊？姨丈，你这么聪明，肯定猜得到的吗？听说摇骰子不难，只要有姨丈你这种内行人指点一下，一定通的啦。整个赌城里面，赌术最差就是我只懂得一点点皮毛罢了。那我就学那一点皮毛喽。在家里，只有你对我最好了。将来我继承爸爸的赌场，一定不会忘记你大恩的。不行不行，给你妈知道的话，我死定了。我妈在监狱，怎么会知道啊？那你爸也会知道啊，我才不敢得罪他呢。姨丈，你怕的不是我爸妈吧？是怕阿姨知道吧？说什么啊？从小我就知道你怕老婆，阿姨骂起人来狮子吼老虎叫的，你就一声不响了。啊，算了，不教也罢，免得为难你。喂，我不是怕你姨妈，我只是尊重她。本来呢，教你一招两招倒是没什么的。喂，是你说的啊，肯教我一招两招的啊？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了？刚才呢，不到5秒钟前吧。好吧，我只教你摇骰子，其他的我一概不教。记住啊，以后一定要报答我。没问题啊。还有啊，一定要保守这个秘密。OK。送给你的。送给我的？这音乐盒里面的人会跳舞的。啊？来，坐下来看看。那你儿子啊，怕你寂寞，要我呢每天陪你跳舞。陪我？那这就是你，这就是我。错啦，这个是妈妈，这可不是你，是我。怎么会是你呢？你要老爸每天陪妈跳舞的吗？没有。好了，你们两个别争了，可不可以让我先听听呢？好啊。启芳，你怎么了？啊，不舒服哦？妈，你不喜欢听这音乐啊？不是，这音乐太动听了，妈妈听入神了。启芳，你脸色苍白，要不要叫监狱里的医生来看你啊？不用了，医院拿回来药都还没吃完呢。我真的没事啊，你不用担心。小新啊，这音乐盒的音乐很好听，妈妈可不可以再听一次啊？好啊。美瑶姐，今天我们2个人用一个保镖，划算哈。我是需要用保镖的人吗？你呀，像是董事长，我呢就像是你的小秘书。可是你小秘书说一句话，我董事长就要陪你来了。喂，你笑什么？帮我拿包。我帮你拿。谢谢，不用了。来，给我。谢谢。立伟，过来，帮我试下这件衣服。你转，很好看哦，小青肯定会喜欢的。是啊，不错啊。哎，小姐，我要这件衣服，帮我包起来。好。哎，小姐，你帮我多拿一件同样的，分开包啊。好，没问题。美瑶姐，你买东西送给谁啊？上次丁伟不是在 disco 救过你吗？买件衣服给他也是应该的，钱就让我来付吧。啊，你让我送他东西啊？等一下，我怕他误会我喜欢他。
那就别送了。送啦送啦，我整天捉弄他，他会误会我喜欢他才怪。谢谢，小姐，这个送你的。这是什么？购物超过200块送的。丁伟，这个送给你。送给我？谢谢你上次救了我。那我怎么好意思？叫我怎么谢你？哦，你要谢的话，就谢美瑶姐好了。美瑶？是我帮小童选的。啊，对了对了对了，还有这条领带。啊 ？Mickey Mouse。谁？詹颂福。喂，你有没有搞错啊？你怎么这么久啊？找我什么事啊？你猜猜看，我送给你什么东西？还会是什么？外套咯。你怎么什么都知道啊？不是上次帮你打架弄脏的吗？我就知道你会帮我买一个新的。我帮你试试看。啊，不必了，等下我自己试。你还好心好意帮你买东西，你还这种死脸。哎，有样东西送给你。嗯？你忘了吗？去年圣诞节我送你的礼物啊。因为妈妈生病，你就把它挂在床头上保佑她。现在物归原主啦。保佑完了妈妈的小天使，一定也会继续保佑你的。来，我帮你戴。你一定是经常帮女孩子戴项链的吧？干嘛？嫉妒啊？嗯，是啊。怎么样？你干嘛偷吻人家嘛？报答你暗恋我喽。谁说我暗恋你的？我不高兴的是，你对别人好过对自己青梅竹马的表妹啊。真的没有暗恋？那我都要把刚才误送出去的一个吻给收回来喽。会。你动作太慢了，不好意思，拜拜。哎，别走嘞！喂。你看，在那里。去啦，去，快点去。江小姐，有没有时间陪我喝杯茶？这里的环境很不错。对了，有样东西我要送给你。送给我的。打开来看，看你喜欢吗？很漂亮啊！我觉得这个颜色挺配你的。我可以不可以披上它？哎，我帮你。不好意思啊，本来想叫小童陪我们一起吃饭的，但他说要陪小新出去。他们两个一向来都是共同进退的嘛。小童虽然是我们收养的，但是要把她当亲生女儿一样。如果她跟小新能够像兄弟姐妹，这样也不错的。如果可以亲上加亲的话，我也不反对啊。他们还年轻呢。
小童啊，还是早点嫁的好。嫁什么嫁啊？你舍得，我还不舍得呢。那不是飞哥吗？他旁边那个不就是江护使？你们男人怎么都是这样，喜欢背着老婆去约别的女人？什么？我什么时候单独跟女人出门了？想不到他们发展的那么快。大姐刚回监狱，飞哥就这么做，太过分了。大姐，才几天没见你就瘦了，你是不是病了？我没事啊。大姐，你精神恍惚，你没什么事吧？不会啊，我精神很好。阿飞他们怎么样了？怎么了？不会是出事了吧？我忍不住了，大姐。喂，很吵，可不可以关掉啊？大姐，我不知道该不该说，但是不说又不行。大姐，你还记得那位小护士吗？她最近跟飞哥来往的很密切，而且他们……大姐，你没事吧？自己好巧啊！不会呀，他们已经把对讲机关掉了。我没事，你继续说吧。我觉得我们一定要赶快行动，阻止他们，不然的话就太晚了。不可以给阿飞知道了。林先生在接见重要的客人，你等一下吧。重要客人，有谁比大姐更重要的？飞哥，陈太太。就是坏，不能风光就得走下台。别以为不是黑就是白，可是偏偏就有灰色的地带。看我信手拈来，是否一副绝世好牌？不用非议在，不自在失态，这算不算好？只有自己内心最明白。也许不来，也许根本活不来，让我珍重笑怀。